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如同跳动的心脏，承载着经济的脉动和社会的活力。然而，并非所有城市的心跳都保持着强劲的节奏。有些城市，它们曾是时光的宠儿，繁荣至极。然而，在岁月的长河中，它们经历了沧桑巨变，虽然依旧矗立，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变得寂静而淡漠。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城市的衰落？它们又将如何重振旗鼓？今天，我们将揭开历史的帷幕，探索那些一度辉煌至极，如今却在时光的洪流中逐渐褪色的城市。我们将按照城市 GDP 总值对这些城市进行排名。那么，究竟哪些城市榜上有名？这里面是否有你的家乡呢？第9名，天津市 GDP 16737.3亿元。天津是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4大直辖市之一，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方航运中心，拥有悠久的人类居住史。天津最早的建制是金代的直沽寨，元朝时改名为海津镇，明朝时燕王朱棣将其改名为天津，并设立天津卫，开启了天津的建城历史。建国之初，天津曾是北方经济第一都市。1952年，天津的 GDP 是北京的 1.6 倍，之后被首都超越，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北方第2大城市，一直有着北方第2城之称。然而，近年来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根据历年 GDP 数据显示，天津在2019年 GDP 排位上被苏州、成都、武汉、杭州赶超，勉强守住前10席位。2020年，天津被南京反超，且退出全国前10。2021年，天津与南京、武汉并列第2梯队，与宁波差距也在缩小。2023年，天津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达到了16737.30亿元，但在全国范围内，天津的 GDP 排名仍然没有进入前10强。天津的一退再退，不禁令人唏嘘。它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产业结构的转型一直是天津面临的重大挑战。长久以来，天津的经济支柱依赖于石油、炼化、钢铁等重工业，这些产业曾为城市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随着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和全球市场需求的变迁，这些传统产业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天津在吸引新的投资、人才和技术方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天津不仅要与国内的1线城市争夺资源，还要面对国际舞台上的对手。加之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天津的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放缓了脚步。第8名，泉州市 GDP 12172.33亿元。泉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鼎盛，当时的刺桐港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这里不仅有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生产基地，还有发达的运输网络和多元社群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国际商贸中心，以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誉闻名于世，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市井十州人的繁荣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泉州也面临了发展的挑战和变迁。继2021年经济总量被福州超越，丢掉了保持22年的福建第一后，2023年一季度，泉州 GDP 出现了负增长，成为唯一负增长的万亿城市，增速为负 1.8%。泉州2023年一开始便在最为擅长的工业领域猛然失速，不禁令我们心生疑惑，泉州怎么了？泉州为何突然一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问题。首先，长期以来，泉州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1%， 泉州产业结构过于传统单一，对成本敏感，且新兴产业规模尚小，产业外溢到东南亚的情况较多，对泉州的影响较大。随着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产业必须加快转型步伐和转型力度，加快适应消费市场的变化，以寻求新的增长亮点。然而，产业缺乏新的增长亮点，这愈发成为制约泉州在城市追逐赛中加速奔跑的关键因素。
此外，泉州一直以来都面临与省内城市的竞争。近年来，不少企业总部选择搬离泉州，也从侧面反映出其营商环境和区域辐射力有待优化。泉州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明显没有发挥出来，城市对其他商户的吸引力不强。第7名，扬州市 GDP 7105亿元。扬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自古以来都是文化、经济的重要中心。从隋朝开始，隋炀帝就对扬州情有独钟，曾3度巡幸此地，最终也选择在这片富饶之地安息，可见他对扬州的重视与偏爱。到了唐代，扬州更是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扬州的商贸繁荣，文化昌盛，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与成都齐名，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烟花3月下扬州”更是让这座城市的美誉流传千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代交通方式的变革，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渐丧失，城市发展也面临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后，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的快速发展，使扬州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2023年的数据，扬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7105亿元，在江苏省内排名第7，与盐城的 GDP 差距较小。盐城2022年的 GDP 为7080亿元，显示出扬州在省内的经济地位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扬州的衰落与几个关键因素有关。首先是交通优势的丧失。19世纪中期以后，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淤塞、沪宁、津浦铁路陆续开通，大运河的航运功能不在，新的交通方式如铁路和海运未能及时发展，导致扬州失去了物流中心的地位。其次，随着盐业贸易的消失，盐已经不再是稀贵的资源，扬州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再者，扬州在改革开放后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尤其是扬州的旅游业，作为拉动经济的马车之一，扬州旅游业与其他城市相比，竞争力明显不足。最后，扬州的信息闭塞，这种闭塞主要表现在与江苏无锡的比较上，可以说扬州完全没有竞争力。没有了交通的优势，也没有能支撑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扬州完全无法面对新世界的变化，没落也就在所难免了。第6名，洛阳市 GDP 5481.6亿元。洛阳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都之一，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代起便享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洛阳共经历了105位帝王和13个王朝的统治，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著名的4大古都之一。洛阳曾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古都，其建城史和建都史分别长达4000多年和1500多年。洛阳在古代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和隋唐大运河的中心都设在这里，见证了洛阳的繁荣和辉煌。然而，京杭大运河的荒废，洛阳的交通优势不在，经历了衰落，无法成为王朝的都城，其地位和西安、南京、北京的4大古都相比，无法相提并论。现在的洛阳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建国后一度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工业基地， GDP 长期在河南排名第1，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郑州凭借省会和交通枢纽的优势迅速超过。根据2022年统计数据，洛阳全市的 GDP 为5672亿元，在河南省排名第2，但经济总量却不及郑州的一半。那么，洛阳为什么在4大古都中如此高开低走？怎样从首都、陪都变成现在一个地级市呢？从首都到陪都，再到现在的地级市，洛阳的转变是地理优势的丧失、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以及转型过程中的滞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历史上，洛阳因地处天下正中，水运便利而成为多个王朝的定都点。洛阳在唐末失去首都地位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其经济地位也逐渐衰落。特别是在北宋以后，由于漕运改走汴梁，也就是如今的开封市，
洛阳的经济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削弱。后面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兴起，洛阳的地理优势相对减弱，逐渐由中心向边缘转变。洛阳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依赖重工业以获得经济发展，但这也制约了其可持续性。由于高能耗、产能过剩以及环境压力等问题，洛阳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洛阳的传统工业增长放缓，未能及时适应新经济形势下的转型需求。在二产、三产的转型过程中，洛阳的步伐显得有些蹒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缓慢，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足够的支撑力量，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和市场销售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洛阳在吸引投资、人才和技术方面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洛阳的旅游业虽然火爆，但似乎仍难以挽救其几乎零增长的经济现状。这座城市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重拾昔日的辉煌。第5名，淄博市 GDP 4561.79亿元。淄博坐落在山东中部，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工业遗产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淄博便是齐国古都，春秋战国时期被誉为东方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齐国自太公望封国建邦以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创建了临淄之中7万户的东方名都。我们常说中国有着5000年的文化发展历史，而位于山东中部的淄博却有着8000多年的历史。不仅如此，它还孕育了后李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淄博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强大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国家的青睐，创造了许多工业史上的第一，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所用的电机，第一台多功能呼吸机，第一家真丝带生产厂，水泵行业第一枚金牌，第一个铝工业基地等。然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无法避免经济衰退的困境。目前，淄博市有26家上市企业，28只股票，总市值仅为1500多亿元，而烟台万华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1300多亿元。更令人尴尬的是，淄博的 GDP 增速在全省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一季度 GDP 增速为负 9.4%， 在山东省16地市中排名末位。淄博为何从层高速发展变成漫长结构调整？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他们为何失去竞争力？城市的辉煌衰落原因众多，是历史和现实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昔日的临淄作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的烽火中曾傲视群雄。然而，随着秦始皇的铁骑东进，齐国的辉煌戛然而止，临淄的政治光芒不再。秦汉的统一大业将经济的脉搏导向了西部和南部，使得淄博这个曾经的经济巨擘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黄河的泛滥更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农田被毁，民众流离，淄博的经济基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走进现代，淄博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巨大挑战。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虽然曾是淄博的经济支柱，但在新经济的大潮中却显得步履蹒跚。重化工产业的比重过大，使得淄博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步履维艰。资源的枯竭如同釜底抽薪，让这个曾经的工业巨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乏力和挑战。此外，淄博的人口流动趋势也正在发生变化。曾经吸引无数才俊的城市，如今却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困境。自2018年以来，淄博从人口净流入变为净流出，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削弱了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城市的吸引力和发展活力的下降，正在成为淄博转型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尽管淄博的发展在如今淄博烧烤的效应下似乎有所回温，但是似乎冷却也极快。所以，城市的兴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和演变的结果。第4名，邯郸市
GDP 4382.2亿元。邯郸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8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慈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衍、休养生息。它在战国时期是赵国的都城，以胡服骑射的改革精神和开放、进取、包容的赵文化著称。秦时为天下36郡郡治之一，汉代与长安、洛阳、临淄、成都共享5都盛名。北宋时成为汴梁的陪都，人口100万，称北京大名府。这里曾孕育了荀子、公孙龙等学术大师，以及赵武灵王、廉颇等历史英雄人物。境内还有武陵丛台、赵王城、古邺城、广府古城、邺城三台等众多人文遗址。此外，邯郸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非常发达，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城邑。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邯郸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邯郸市2023年的 GDP 在河北省内排名第5，略低于沧州、保定两市，与2022年相比，被保定市强势反超，全国排名也略有下降，跌出了全国70强，排名全国第71位。而邯郸市衰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邯郸战乱频繁，特别是在秦汉交替之际。东汉建立过程中，刘秀攻克邯郸后实行残酷镇压，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洗劫，使得这座城池毁于冰火。邯郸的衰落也与北方城市同步，因为东汉时期经济中心南移，邯郸逐渐失去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地理位置也使得其不适宜成为统一王朝的核心。随着北京成为中原王朝守御国门的政治都城，邯郸的战略地位逐渐丧失。进入现代，邯郸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作为老工业基地，邯郸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需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尽管改革开放水平的提升为邯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压力。邯郸需要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高地。第3名，开封市 GDP 2534亿元。开封这座名垂青史的八朝古都，承载着超过2000年的建都史，见证了中国历史的辉煌与变迁。自古以来，开封就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在北宋时期，它以东京之名，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人口逾100万，其繁荣景象在《清明上河图》中得以生动展现。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开封也遭遇了它的挑战与困境。黄河的泛滥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灭顶之灾，多次的洪水灾害使得开封的建筑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此外，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尤其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兴起，开封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减弱，它的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2023年 GDP 为2534亿，在全省的经济排名中，开封的 GDP 总量并未进入河南省的前列。2022年，河南省有9个省辖市 GDP 超过3000亿元，而开封并未在其中，居河南省第11名。开封，一个曾经繁华的不可一世的世界第一大城，如今倍感落寞。然而，曾经辉煌的古都开封为何会衰落至此？探究其衰落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决策的交叉影响所造成。开封兴衰与黄河息息相关，黄河赋予了开封肥沃的土地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泛滥也给开封带来了灾难。1128年，南宋军队扒开黄河大堤，使开封开始衰落。黄河改道冲毁了农田和生活。北宋落幕后，开封的政治地位进一步边缘化，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在这一过程中被放大。依赖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开封，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大潮中显得步履蹒跚。铁路和海运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开封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卢汉铁路的规划绕过了开封，选择了郑州，这一决策无疑加速了开封交通优势的丧失。同时，长期的水患导致了土地的沙化和盐碱化，
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开封的困境。1954年，河南省会的迁移对开封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失去了省会城市的光环，开封在资源配置和发展机遇上遭受了不公。这一变化不仅是行政版图的简单调整，更是开封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转折。开封的衰落是由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开封的旅游业正逐渐成为人们对未来满怀期待的新焦点。据考古专家的研究，由于黄河数千年的淹没，开封城的地下按照深浅顺序分别掩埋着战国古城、隋唐城、宋东京城、明清故城等多个朝代的古城，这无疑是开封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开封未来腾飞的重要基础。第二名，安阳市 GDP 2512亿元。安阳这座拥有3300年历史的城市，不仅是中华第一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以及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安阳曾是商朝、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7朝的都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印记。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证实的都城的地位。殷墟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如甲骨文、青铜器等，展示了安阳在古代的繁荣和辉煌。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安阳也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的转变。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安阳的 GDP 曾排名全国第61位，经济总量居河南前3名。如今的安阳是4线城市，2022年全市 GDP 为2512亿元。在河南18个地市中名列第12位，是中国8大古都中发展最不尽如人意的一个。安阳，这座曾经在华夏文明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角的城市，如今却在戏剧性的转折中逐渐淡出聚光灯的焦点。昔日的安阳以传统工业为傲，却未能预见到时代潮流的变迁。随着国家战略的重新布局，那些曾让安阳辉煌一时的工业基础似乎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那么耀眼，他们的光芒被新兴的产业所掩盖，使得安阳的传统工业优势不再明显，安阳的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资源曾是安阳的骄傲，却也成为了它的软肋。当资源逐渐枯竭，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安阳不得不面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模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此外，年轻人才的外流使得城市缺乏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更是让安阳在经济的多元化浪潮中显得不够灵活和适应，难以与那些产业结构丰富、创新能力强大的城市相抗衡。第一名，大同市 GDP 1842亿元。大同这座古称平城、云州、云中的城市，历史上曾是北魏京都、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北方的边陲重地，也是胡汉文化交融的地方，具有多民族交融形成的独特文化。它曾是北魏的都城近100年，辽金时期再度兴盛，成为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中转站，联系各民族的纽带，使大同再度辉煌。至今，大同仍保存着众多人文胜景，其中云冈石窟以其佛教艺术的卓越成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展示了5至6世纪佛教造像艺术的辉煌。而且，大同的城墙是国内除了西安和平遥古城外保存最完好的。现在看到的城墙不是重建，而是加新的城墙，保留了明朝大将徐达所筑城墙的7成的夯土，今天看来仍然气势非凡，令人震撼。大同资源丰富，建国后曾经位列中国8大工业基地之一，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长期是山西第2大城市。然而由于资源性产业结构转型缓慢，2022年全年 GDP 仅有1842亿元，从原先的第2位逐渐滑落到今天的第8位。大同的衰落与多种因素有关。历史上，随着国家战略布局和煤炭产业的局限性，大同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大同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传统的重工业和煤炭产业急切需要转型升级，以适应新时代的环保
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大同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修复的双重压力，这些都导致大同经济增长略显乏力，逐渐被省内其他市拉开差距。此外，根据2023年统计，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307.9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2 万人，反映出人口流失的问题，同样制约了大同的发展。尽管目前经济不景气，但大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巨大优势。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大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许是大同触底反弹的最大动力。这些城市的兴衰变迁，不仅揭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城市在适应经济新常态中的灵活性。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可能因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缓慢或外部竞争加剧而面临衰落。你知道中国还有哪些城市正处于衰落中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本期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